人结婚的时候啊，宣誓的内容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我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别”。实际上呢，承诺是一件事情，那是我们怀抱着对于婚姻的理想。婚姻的理想不是真实可以依赖跟实现的事情。我认为一夫一妻制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本来就使得很多人受到了巨大的压抑。所以，如果高晓松能够做到承诺了在婚姻中一夫一妻，然后始终维持忠诚，我真的会尊称你一声情圣。因为我碰到的所有在座的长辈的女性对各位美眉的教导，都会说：你们结婚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句话你们也许不想要妥协，可是是他们累积的人生经验所告诉你们的。最近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照片，就是英国女王看着她的夫婿，然后说：哎呀，这个夫婿为了女王放弃了自己的地位，然后甘心几十年来只担任衬托女王的一个侍卫，所以这是多么甜蜜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被懂英国国情的人嘲笑说：拜托，她这个老公在外面搞出多少私生子来，你都不知道吗？他最大的私生子都比你跟英国女王生的那个小孩还要再大2岁呢。所以英国女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维持住这个婚姻的稳定活下来的。连英国皇家，连全世界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尚且如此，她难道无法找100个侍卫来围住她丈夫，说看守她，不准她出去跟任何人乱搞？她做得到，她不会这样做。她知道人性需要出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你既然在意对方出轨，你在意的是什么？是希望他还会再回到这个轨道上来。如果你已经不在乎他回不回到这个轨道来，你管他去死啊！他飞到外宇宙也不关你的事情啊。那如果你希望他回到这个轨道来，我只有一个立场：哪个事情比较好收拾，哪个事情他比较容易回得来。我的建议是，肉体出轨他比较容易回得来，我们两个可能还有未来可谈。精神出轨，叫他回来可能性甚低。所以我知道这2件事情都不令人高兴。我只是在这样讲说，如果你一定要在意的话，精神出轨他回来的可能性比肉体出轨低得多，所以精神出轨比较可怕。Nice， 你变主意了吗？我没有变主意啊，因为我挺赞成高松老师说的。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就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基础在聊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是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去做这件事。我们签了这个合约到底为什么？就是小文老师刚刚说的嘛。那I want others 嘛，对不对？那精神出轨，比方说演戏，我们很多演员，男女主角，他们真的在戏里面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觉得我真心爱上你了吗？当我们看得这么投入的时候，觉得说哇，他们应该就在一起了，这些勾勾手不是开玩笑的啊，在一起吧，在一起吧，在一起吧。但是如果他们分别都有家庭，守住了最后那道防线，回家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很好的戏剧，我们也看到了爱曾经存在过，但是他后来就回家了。但如果爱得死去活来，耶，那你就过了那条线了。那你在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心里想，就我刚刚说的，你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就没有想着后面的那个人了，那你就是要往前走了嘛。所以我觉得肉体出轨需要的勇气比精神出轨还要来得更大。而且我始终说那句，他精神出轨我不知道，痛苦的是他，跟我没关系。因为是他在做抉择，我依然爱他。议长大人，我明白。我要控诉一件事情。大家好，我是最不苟且的，只在意诗和远方的奇葩马东。大家好，我是最不会唱歌的奇葩高晓松。大家好，我是最不会早睡早起的奇葩蔡康永。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马小康，一共就一个字儿，还有词儿会落掉，真是。把小康讲了几遍，你还不知道一个字好，那个宝仪，参加了1场了，是，然后现在对于选手了解的更多了，是。你喜欢谁？不喜欢谁？
其实都挺喜欢的。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力，你已经不在 HR 部门工作了，你这个。我喜欢谁啊？我挺喜欢甜甜的。他今天戴这个发带，也都一戴戴了2集，马上就要上市了哦。已经成为你的 style， 坚持就是成功。你做到自己的 style 就花到这样就可以了。最不喜欢人不行吗？最不喜欢啊，安七炫。谁呀？安七炫，你不觉得他长得挺像安七炫的吗？别给我招黑好吗？我不配。是有点。他真挺像氨基酸的弟弟嘛。氨基酸又来。好，这里是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让我们首先谢谢我们指定用车高情商高智商的吉普自由光，还有喝了能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谢谢各位赞助商。好，看题目。前段时间文章出轨那事儿闹得满城风雨，不就是精虫上脑，肉体偏离了一会儿轨道吗？人家马伊琍都没说啥，显得蛋疼的网友却对此口诛笔伐。肉体出轨有那么不可接受吗？停！你这就是典型的男人思维。肉体出轨说白了就是爱情败给了欲望，所有不合法的交配都是耍流氓。别拿生理需求去掩饰内心的贪婪。比起纯爱的精神出轨，肮脏龌龊的肉体出轨更不能被接受。但是有人认为肉体出轨多半是荷尔蒙撒野，只交配但不交心。可一旦精神出轨，俩人整天同床异梦，阴奉阳违，没准哪天就会东窗事发，还怎么在一起愉快玩耍？所以说精神出轨更加猛于虎啊！关于灵与肉的讨论，从古到今也没整明白，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诸位看客，你觉得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个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我们接受不了肉体出轨，因为脏。呆。那我要说的话就很简单，我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呆。是97%的安全率，不是100%的。是的，他用过那么多，我不知道。好，看完我们这个小片之后，有想退出这个节目的，现在可以举手。太难了啊！题目啊，对啊，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我们首先说，悲催的人生出现了，你只能在这2个悲催的情境当中选择一个，没得选，他要么精神出轨，要么肉体出轨，你哪个更不能被接受？首先，让我们请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曾宝仪小姐。等一下，讲清楚一点。对啊，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你觉得哪一种更不容易被接受呢？什么我的人生经历？说起我爸爸呢，这个。你们拍什么手？这你们很了解是吗？我们不了解，你告诉我们吧。我觉得真的都挺难接受的，但更不能接受的可能是肉体出轨。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精神出轨，只要你不让我知道，我还是活得挺开心的。肉体出轨也可以不让你知道。但是因为精神出轨痛苦的是你，因为是你在那边纠结，我要喜欢这个还是我要喜欢那个。但是肉体出轨，脏的是我。你懂吗？你精神出轨，你干扰不了我，但你肉体出轨了，你这啊！讨厌，恶心。好，我追问一下，就是如果他可以精神出轨的话，你觉得出轨对象是谁？你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在女明星里选的话，啊？都不行，不要女明星就可以，不要女明星都不行。其实不要啦，不要这样，不想相信你们，不要逼我。这是一个逼疯人的节目啊。OK， 他刚刚把一位男士从男朋友晋升到了未婚夫。对呀，你们就给他出这样的难题。所以他之所以能够从男友晋升为未婚夫，就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出轨过。那不一定哦。或者肉体出轨你根本就不知道呢，这样给你带来的伤害你也……啊，我去死啊！脾气怎么那么大？逼死人的节目。好吧。这个双方按照自由意志及模糊的性别选择了，选择了双方现在的立场，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啊，但是这题特别绕，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完全清楚。你们到底能接受的是什么？ 2个都不能接受，都得进猪笼。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
就坦白说，很简单，如果2个都要判刑的话，我们认为肉体出轨啊判得轻一点，精神出轨要判得重一些。死刑。我们就说你们跟曾宝仪是不是不一样，反的，大家都把肉体跟精神分得太开了。对，真的肉体到一个很的时候，其实精神也。但是要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好好告诉我们一下吧。哎，我想问一下，当你的精神特别那什么的时候，你的肉体会自动也？南无观世音，我自己扶起来，我休息好了吧。还有什么叫做肉体这样子？对呀，所以你知道吗？就这2种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精神上很这样的话，你的肉体就这样，那叫自嗨。你是肉体上这样，精神上也这样，叫共嗨。这是有区别的。我可以换下一题，可以换下一题。好，所以你们更不能接受的是精神出轨。那毫无疑问，你们就更不能接受的是肉体出轨。来，我们全场观众，请用你们的啪啪键来做出选择。3、2、1，好吧，我们来就凝固到这儿。我真的很期待那个高晓松老师这次用什么国家大义来做这个 ending 啊！好好讲啊，拜托！还有什么古文？树庙堂之高，则由其民；树江湖之远，则由其君。有我的责任，对吗？再给我飙高音啊！高音给我飙上去啊！哎，会抢。出师表是怎么讨论这个话题的？这个确实也能找到一些案例。好了，那个来2位团长，那个谁高风亮节的先做出选择呢？我觉得鉴于康永哥的具体情况，康永哥那边可能肉体跟精神更合一一些。你有多分开？你可以告诉我。然后男女之间的事情，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选择都非常的多。但是康永哥这边可能就更加对这些更重视一些。是，所以我们摄影棚里面的100个人当中，目前呢比较不能接受精神出轨的是44个人，占少一点的人数。我也会站在这一边，我也更不能接受精神出轨所以更不能接受。我就在你们这边。不能接受肉体出轨，坚决不行。咱俩弄一个。国家大义，国家大义，对，记得压轴啊。我们俩，所以你们俩一波啊，对，就是全场。现在目前精神和肉体结合的最好的就是我。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吧。问题是你是傻叉呀！延续上一集的话题。我是精神和肉体结合的最好的领导。好，那就是正方支持的人比较少，所以从正方开始。好，正方谁先说？我，今天我第一个开头炮嘛。你这个太假了，戏太过了，知道吗？哎，我想问一下甜甜，就你们俩现在这笑声，到底是精神上在这样，还是肉体上在这样？肉体。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问题，我很痛苦，因为这是挑战我人生观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于我来说，肉体和精神我都不能接受，通通进猪笼，连眼睛的出轨都不行，看一眼就插瞎你的眼啊！这个就是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选一个的话，2个非我逼的话，我选的是精神出轨的原因。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电视剧上看到很多镜头，就是欺男霸女的情况，只要一出现的时候，就会说花姑娘，你从了我吧。这个时候姑娘说，你就算占有了我的肉体，你也占有不了我的心，懂不懂？就说精神在某些方面是超过你的肉体的，明白没有？虽然我的肉体肮脏了，但是我的精神依然纯洁，这点很重要，你们没有考虑过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句，男人最喜欢的是什么？为什么对面是男人，我们这边是女人？因为男人通常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这会儿我又是男人了。哦，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是哦。他讲这句话是在不高兴吗？撒娇了，世界的不公。好，那
刚刚我们说男人都很喜欢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但是突然这个问题不对了，他精神出轨了，他开始用上半身开始思考问题了。如果下半身犯错的话，叫动物性的错误。动物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家养了条狗，它隔壁放了隔壁的阿花，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果他开始用人性开始思考，犯了人性上的错误呢，也就是我们家的狗吃我的，睡在我家，还去隔壁认贼作父，认了别人做主人，这个能够被接受吗？哦，你们没有想过来是吗？我们想过来了，我们正在想阿花是谁。隔壁家的母狗阿花。啊，果然第一个讲会压力很大啊，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感觉呢。啊，没关系，这么这样说吧，如果出轨是一场犯罪的话，我认为谋杀的这个人啊，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才是谋杀他们感情的杀手，你已经不是正宫娘娘了，正宫娘娘是他。哇，怎么没有反应的？你们都没有感觉的？不是你们真的没有感觉吗？那个女人才是正宫娘娘，你是小三哎！哇，那位穿黄衣服的俩已经把耳朵堵起来了，受不了，崩溃了啊！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我不想听。所以我说哦，肉体的肮脏算什么？算个屁！我告诉你，精神才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同床异梦，你知道吗？你躺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人是别人；他看你的脸的时候，你的脸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不可怕吗？你们竟然还能坚守肉体出轨？肉体出轨算什么呀？不就出去这个粉红灯没去过？我不相信。哎，没有没去过，真没去过。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冒充自己是暖男，暖男就是男人中的绿茶婊。我告诉你，少来这套。是不是？哎，你发现你说女人的悲惨故事没人鼓掌，你骂男人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对，不是，这不是女人的悲惨故事，我是要让各位的姑娘们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就是精神出轨的可怕程度是高过这个的，高过肉体出轨的。男人我们知道有共识，都说啊，下半身思考，你要是犯了点错误，我们还是能接受。一般来说，我们用数据说明，结婚之后很少因为肉体出轨而离婚的。但是精神出轨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个男人已经不是你的了，他想的是我什么时候能跟你离婚才是真的，我什么时候跟你分手才是真的。你已经是被动的角色，你而不是主动了。不是我要不要原谅他，是你还拉不拉得住人家的心啊？哎呦，太难说了，等我下一轮再说，我累死了。哎呀，这个成绩依然很好，就是委屈了阿花。来，对面还有勇气站起来的，就不妨站起来吧。好。今天我们为什么说，相较于精神出轨，我们觉得肉体出轨更难接受？精神出轨就像我们甜甜姐说的，只是他不爱你了而已吗？一个人不爱另外一个人了，真的有那么难以原谅吗？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千千万万，爱情又是发生的那么巧妙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突然有一天他不爱你了，你就说不，你不可原谅，你精神背叛我了，合理吗？爱情这种东西来去即快，可是肉体出轨是怎么回事？他今天出去嫖了。回来之后，他跟你那什么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跟你做这个姿势好像没有跟他做那么开心。这个时候，你居然被他拿来跟一个性工作者进行比较，这是肉体出轨第一大不能原谅。就像男生应该都懂啊，比如说我对我们艾丽说：“艾丽，再次说，我爱你，我想要你，我觉得我假装演一下，我觉得我要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满足不了我，我既不想跟你，也不想跟你，这是对男人的一种侮辱，你们知道吗？肉体出轨，他会在你们正常发生性生活，哎呦，这种话好不好意思说呀？这是在你和你正常的那个伴侣，就是轨内的伴侣行房事的时候，因为你曾经肉体出轨过，所以你会不自觉地拿来跟他对比。这种对比就是对你的伴侣的侮辱，你知道吗？你对我活的侮辱，精神出轨就是咱俩人不合适。大西你说的是中文吗？那个，你们没有听懂是吗？好，我就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如今在对面嘛，我为了让你更加浅显易懂地了解这个辩题，就是你特别爱吃一道菜，这是你对他的忠诚，结果有一天你出去吃了另外一个厨师做的相同的一道菜。然后你再回家吃自己妈妈做的这道菜的时候，你会这个口味没有我那个厨师做的好，这个摆盘没有那个厨师漂亮。你在这种对比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妈妈厨艺的一种侮辱哦。所以这种出轨最不可原谅就在于把自己的伴侣当什么呀？在对比这种东西，我是做不出来。谢谢。
那个花心喜欢的是艾丽啊？没有啦，我就是为了打比方。是。所以其实是谁呢？你终于表白了，终于表白了，我们在一起。好，有请下一位。你让人家幻想一下什么？弄他！你们什么黑道啊？这哪儿来的人呢？这人弄他！来，把刀给你。马薇薇。好，花溪呢，刚才重点讲了2点，第一点叫嫌我们活不好，第2点嫌我们是盘菜。好，我们先看一下活不好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好，哎，我活挺好的，实际上我活好了。怎么这么多儿化音呢？这个现场。同志们，我们镇定一下，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技术问题，因为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2点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自己的伴侣工具化。什么意思？超可怕，你知道吗？无论是你的婚内伴侣，或者你的合法伴侣，亦或是你的婚外伴侣、非法伴侣，你都把他们当成什么？活好不好的工具进行比较。发现了没有？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呐。所以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你的肉体出了问题，是你的精神出了问题。这2个人你都没有爱过，发现了吗？所以女生也好，男生也罢，最怕的不是被拿来跟人比，而是居然你不爱我了，发现了没有？而这个爱实际上是精神层次的东西。OK， 好，第2个点，你非说肉体出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会变脏。可是精神出轨嘛，无非就是开个小差，肉体依然好纯洁哟。好，你要做的比较是什么？一个是肉体上的变脏，一个是精神上的变脏，因为我的心里，对不对？把它只有你的心里也混进去了怪怪的东西，对不对？好，请问肉体洗干净更难，还是精神洗干净更难？明白吗？他无论在外面怎么鬼混，对不对？归根到底，你就当你们家添置了一样家用电器喽。回来洗一洗，凑合也能用。OK， 好，我就可是这个时候，他心头有了另外一个人。洗一洗，对，认真洗，洗更健康。谁在污质化？当然，你们听我说完。可是他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是什么？是他心头的朱砂痣。是他心头的明月光。请问什么样的漂白剂能洗掉明月光，能干掉朱砂痣？你跟这样一个心头分分钟有浪漫场景的人日夜厮守，你觉得对你不是一种伤害，不是一种侮辱吗？你以为他就会像以前那样好好对你吗？人家连句话都不想跟你说。所以我们说，精神出轨更难接受。谢谢。我说一下啊。该我了吗？可以啊。OK。我还是想说3点。第一点呀，我想问我一拿到这个辩题啊，说实话我自己觉得有点晕。就是我所知道，就是所有人呢都是灵魂，我们的大脑控制肉体的。所以我在想，一个人既然肉体都出轨了，他肯定是精神控制了肉体，他才可能去出轨。有一句话说，虽然嘴上说不想要，身体还是很诚实。胡扯，其实你就想要啊，你嘴上的话完全就是扯。所以啊，男生出轨，女生会嫌男生脏。而如果说女生出轨呢，我认为作为男生的话也真的很难忍受。最难忍受的呀，就是我知道我老婆出轨了，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不知道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可怕，这真很可怕。大家都看过一个动画片，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家应该都看过这动画片。好残酷的童话。我每次有些时候会想想，如果我要是小头爸爸，我看着我的儿子头这么大。然后我再看邻居隔壁老王头也这么大，然后没事2个人就互相沟通。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最痛苦的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帮隔壁老王养孩子，真的很可怕。所以喜当爹是男生最可怕的事情，我们真的不能接受。最后刚刚讲到了离婚以及法律。在法律上，你不能正判一个人说啊，你精神出轨了啊，你在这方是弱势。只有真正的行为上发生的问题，我们才可以。如果最后判定一切人都是靠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有一句话结尾叫做“万恶淫为首”，但是论迹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非常感谢，谢谢。
你这老说这大头儿子这事，我听着很生气。开玩笑，我爸爸脑袋就不大。开玩笑，不是你为什么会把这事往自己身上装呢？我这来不来去听着，我就想我爸头挺小的。如晶，这个话题对于你来说，太勉强了吧？对啊，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播出去。连轨道都还没上就谈出轨是有点难度的。但其实这问题，我觉得我听了这么多，听了大概4位吧，讲到这里我是很奇怪，大家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就你怕你孩子出来的时候跟隔壁的孩子头一样大，然后你怀疑那是不是你的孩子？还是会这什么年代的事情啊？这还有 DNA 这样事情？如果你真的是怀疑，而且也没有人真是出轨出到你邻居的孩子跟你头一样大吧？有。所以这只是动画片的世界，好不好？还有刚才说什么嫌身体肮脏，我知道，虽然我还很干净，这完全不用担心。但是现实上有真的很多人是结了婚才开始肮脏的吗？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不是第一次，有怎么可能大家都是他第3、第4、第5、第6、第7任男朋友、女朋友了？怎么你不嫌你的男朋友或他的女朋友肮脏呢？问题在哪里了呢？为什么你们在一起了，你开始嫌对方跟别人的时候会肮脏？他其实也跟过很多不一样的人啊，对不对？你只是刚好是最后一个而已。所以问题不是他给人摸了，给人了，是他答应过你，我以后我不会再其他人嘛，对不对？他答应过你了，你的精神层面上，你的灵魂知道，从此以后他的身体只属于我的。可能你以前有肮脏过，但是以后不能肮脏。所以肮不肮脏，前提是有没有爱对方。如果你不爱他，他怎么脏都不关我的事，因为他不会来碰我嘛，对不对？所以精神是决定着你的肉体。如果你们想象一下，一个精神出轨的人，你跟他是什么？就是一个灵魂出窍的人。就是这时候你的不是一个躯体，是一个尸体，是一个尸体。如果你是被出轨那个，你是被当成的是尸体，他可能在跟你做运动的时候，他要靠想象来助兴，是不是？我未来的你真的确定你的？他很纯洁的，很纯洁，很纯洁。我是用这几天在这里旁听的经验吸取的，所以幕后是好听很多的。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没有了灵魂的爱情，即使他那个人的身体多么干净，也只是一个很干净的尸体而已，是没有用的，不值得再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投资。可是，如果这一段感情他肉体出轨，可以是一时的意外，可以是一时的意乱情迷，但是过后风浪过后，他还爱你，至少这段感情还有投资的必要。所以，如果要我硬接受有出轨的时候，我宁愿接受还有投资必要的肉体出轨，也不要把自己变成一道尸体，就是这样简单。没错，你改主意了吗？女生可以改啊，要改就改。就现在随时可以改。我可以当墙头草。没问题，没问题。哦，目前还没有要改。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但我还有别的论点可以。还有安七炫没听？安七炫，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来吧，潇潇。真的听了如今宝贝的话，我对这傻姑娘真的产生了莫大的同情，你知道吗？你刚刚一直在说什么精神要高于肉体，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跟你说，亲爱的，我心里住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因为我爱你，有你的位置，我保证不跟他发生任何肉体行为。骗你的，我信。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亲爱的，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睡了。但是我脑袋里想的完全都是你，我呸！刚才甜甜姐和薇薇姐一直都站在一个大女人的角度，呼吁在座的姐妹们，精神出轨比较可怕，但是我是一个男人。恭喜恭喜！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说恭喜也不行。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射手座的男人。不管从科学还是迷信的角度上来说，我都是一个禽兽。那作为一个禽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我每天干的是什么事情呢？精神出轨。我看到美好的事物，我就会产生无限的向往。在座的男生和女生朋友们，我不管你们有没有恋爱，还是有没有结婚，我想请问你们，女生，你们看韩剧吧？看。不看，你长成你梳一个韩国人的头发，你跟我说你不看。你们看韩剧，你们再看看你们旁边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他们有都教授那大刘海吗？他们有李敏镐那大长腿吗？你偶尔意淫一下，精神出个轨，开个小差，怎么了？在座的男生朋友们，你们看嘛，我不信你们看着的时候，脑袋里还想着你们的老婆，那你记得起来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当我们像对面一样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我们的肉体坚决不能出轨。但是没办法呀，这个命题就是告诉我们，你只能选择一个。那我们的道德感作祟，那我们就只能选择精神出轨。而且最后我再回答薇薇姐刚才一个问题，什么朱砂痣啊、明月光，我告诉你，肉体出轨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什么？你很有可能你肉体出轨完了，你带回来一些脏东西；还有一种可能，你出去传播了一些所谓爱的结晶。你说我出轨伤了你的心，但是你肉体出轨有可能要了我的命。谢谢。整个的过程当中，康永老师一直在叼着他的魔法棒，想把它吃进去。正在玩吞宝剑的游戏。议长，我想请问一个事情，就是只是纯粹好奇，倒不是要跟你讨论啊，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大家对于都教授啦，对于李敏镐就是一个精神上出轨一下，调剂一下生活嘛。可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女生其实无法够得到都教授跟李敏镐？万一够得到的时候，他们不会肉体也顺便出轨吗？所以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对啊，是的啊，就姑且相信你是公正的局外人好了。他不公正，他选择了我。如果你够得到都教授或者李敏镐的话，除了在精神上意淫他们之外，不会顺便肉体上也来一下吗？好难哦，这一题。他最近在迷彭于晏。我最近已经在风口浪尖了，不要让我从一个绿茶婊变成一个纯婊。彭于晏你怎么样？突然等到一口口水。刚刚那题真的蛮难的，是你说看都教授的时候，或者说你看翻滚吧阿信的时候，你心里没有那么一点点。可是那彭于晏我是碰得到的哦。你碰过彭于晏？没有，我是说他可能坐我旁边，我访问他，我是碰得到他。你访问他的时候，你手就这样搭着吗？你好，康永哥我也碰你了，好不好？对，但是你会不会碰一下我？这我要想一下，我也是会挑的，好吗？哎，不好意思，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连锁反应。对，彭于晏这题很难。不是，没有很难啊，不是很难我只是想跟彭于晏睡觉啊，我没有想跟他谈恋爱啊。干嘛？你不会真的做这件事啊？不，如果他真的要跟我睡觉，可以啊。我不要。不是谈恋爱不行，太远了，没有机会的嘛。因为我要说的是，肉体出轨的风险非常大。我觉得，当你精神出轨的时候，你还可以悬崖勒马。就我想的是，如果我男友精神出轨了，他并没有肉体出轨，可能他心里还有着我，想说，我还是不要冒这个最后的险。议长他在聊男友的事情。但他如果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讲到她男友，真是。但他如果都把我丢到一边了，牵着一个手的就奔某个地方去了，那我觉得那一刻他心里是完全没有我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肉体出轨又更危险了。这样还会带他去家族旅行吗？好，谈别的话题。薇薇，
实际上无论是就是宝仪，亦或是对方的几位啊，你们这几位肉身派主要的担心，不，这让我说下去，先不要急着闹嘛，对不对？好，你们这种比较注重肉身派的，它的风险是很实际的，这是我承认的。会有健康风险，对不对？会有现实社会的舆论压力风险，被人发现的风险，这些我通通都认。但是由于它的风险如此的实际，其实诚如如今和甜甜刚才所讲的，所以它可以用非常现实的手段去加以防范。什么意思？真爱要带吗？这是一个充满了保险的社会。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你们刚才很混淆了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就是意淫和精神出轨之间的差距。什么意思？肉体出轨一定是双向的嘛，对不对？啊，我的伴侣出了轨，他婚外的那个无论是男是女，跟他肯定是两厢情愿的，才叫肉体出轨。他单方面的叫强奸，对吧 ？OK， 好，那么精神出轨同理可证，也一定是双向的，对不对？我跟彭于晏，好歹我愿意喜欢他，他也得愿意喜欢我，不然叫单恋嘛，对不对？我个人看韩星，自己在那看着流口水，看到都教授飙鼻血，那叫意淫嘛。这时候我强行跟报纸说，不好意思，最近我跟都教授精神出轨，会挨揍的好吗？所以你们不要混淆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有没有权利意淫？有，你有权利意淫整个地球，所有物种，宇宙属于你，好吗？但是这不等于精神出轨。非常好。错。刚才薇薇姐说错了一句话，那就是精神出轨它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它可怕的地方在于你不知道他精神出轨了，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精神出轨了。很有可能我躺在你的旁边，但是你不知道我脑袋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好可怕。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精神出轨，这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事实。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马姐，你老公跟别的女人上床了，这件事对你的打击性比较大，还是我告诉你，马姐，我觉得你老公精神出轨了？不，还有，我刚才马薇包括范甜甜一直在告诉广大的女性，我们要以精神为上，肉体的事情能防吗？安全吗？真爱无敌吗？但是我要告诉在座所有的女生朋友，如果他精神出轨了，不管他用哪一种出轨方式，哪怕他是意淫，你可以正确的加以引导，反正他肉体不离开你，这就是我们的命题的假设性嘛。那如果他肉体出轨了，直接，谢谢大家。好，那个我加一下。好，双方各一次发言机会了，好吗？你们这边谁说？我说。如晶说。对。其实东西道理是很简单，你们用了很多很复杂的方法来讲。你其实就无非是告诉我，精神出轨过后没有什么很实际的伤害，因为精神是抽象的。即使别人说你的老公精神出轨，你也感觉不到伤害，这是你错了。因为精神出轨其实是会带来家庭冷暴力的。当你的老公或是你的伴侣精神出轨过后，就是他把所有的精神跟想象已经投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打你，也不会特别关心你。这种伤害也是对你本身的精神伤害，也是对你感情跟家庭伴侣生活的一种伤害。所以第一，它是有实际伤害的。第二，你们一直告诉我们肉体出轨其实就是很严重了，就又有病啊，这个那一个的。其实各位，其实出轨两样东西，就好像你们很喜欢讲，就是吃一道菜。我告诉你们，男人可能潇潇真是不够男人。别如姐，是攻击，你都要这么对我，很明显是不是？男人是什么？吃过了就可以回家了，没有吃过的话就会有无限的想象。我很喜欢吃一道菜，比如我很喜欢吃面包。如果我吃过后我满足了，我也知道味道了，这样我就可以了。可是如果那个面包是我一直想象，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话，那你在外面吃饱了就回家不吃家里的面包，那家里面包不就馊了吗？家里的面包还要吃的，可是外面的我也吃的。太累了，太累了。所以那就是你不断的想象这外面的面包多好吃，永远都不会停的。直到你吃到为止。是不是？
我自己回答吧，是。所以精神出轨其实要断尾，比肉体出轨要断尾来的更难。是是，断尾。你知道，对，断尾。你可是你自己刚才说了半天，我怎么觉得你在证明的是那方的观点？因为你自己说了半天，精神出轨总有一天他要肉体出轨。对啊，所以可见肉体出轨更难忍受啊，对，是吧？对，肉体出轨更要命。出轨的人容易回家，他不会精神出轨。可是精神出轨的人最终会走向肉体出轨的道路，是双重出轨，对，更不能接受。没有最终。我简单的说一下，最后你们的一次发言啊。好，薇薇姐把我们定义成为肉身派，好，我把你定义成为精神派。刚才谈风险，给你谈风险。我们神经派。精神派的风险是什么？他们说只要真爱至上，肉体可以带到，没错。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外而内，肉体的堕落恰恰是灵魂走向滑坡的第一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制度与法治都是先限定你的行为，再去管你的道德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你们以精神至上，也许然后你们就可以忽略手段的正当性以及手段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好了，为了给艾丽多留一点时间，我就说这么多。我就说三个名字，一个是一本书叫《1984》，一个是一部电影呢叫做《少数派报告》，最后呢就是一个名字叫林徽因，就这3个。我只想说，当我们只靠精神去评判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很危险，这个家庭会很恐怖，这个爱情的话继续不下去。那我也要说一句话，那我也要说一句话，当你的精神出轨有了动机之后，忠贞这2个字就是男人的贞操带，破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记住吧。啊。好，我们现在看看票数啊，正方54，目前是正方领先，因为好像获得了10票左右。2位，我觉得这一方，当然3位姑娘啊，有的是特别纯洁，有的活儿特别好，基本上可以代表了这个各个层面的女性的发言。但是我觉得她们，不管是身经百战的，还是还没上战场的，都共同有一个幻想，就是好像有一种完全离开了精神的肉体的行为。这个你们不太了解男人，男人没有精神都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你拿块五花肉来就可以的。这个对，所以实际上我不同意薇薇说的，一定要有一个对方才叫精神出轨。那对方是有另一条轨道，出轨是离开了这个轨道，至于他有没有另一条轨道上去，那是第2步的事情。那首先，一个人特别爱你的时候，他不会去嫖娼的，他不会去干那些事情的，啊，所以没有单纯的拿下半身思考的，都是女性对男性的不了解，啊，或者男性可能是精神出轨比较容易，比较多。请教一下，他说了好大的秘密。请教一下，就是那男生出去进行性交易的时候，不就是纯粹的肉体出轨吗？那如果他是一个有妻子的人，他要想走到那一步的时候，他是需要先精神能想通才能干这个事。可是去嫖的时候，你并不会对于那个性工作者有爱情上面没有啊，当然没有啊。我说的是从这儿出轨，没有说去那条轨道，对吗？那自己解决算出轨吗？也算下轨道了。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什么，就是下了这个轨道的界限在哪？你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要用按钮，我们就用举手就好，好吧？肉体出轨。让我问一下在场的100个人，就是这题不涉及你们个人的道德判断，我们只是好奇你们的定义而已。自己解决，你认为算出轨的举手，好吧？自己解决算出轨吗？啊，没有任何人觉得这是出轨，因为你们这艾丽觉得是，不，自己解决也是出轨啊，就你说好艰难的艾丽，他装大尾巴狼。我们说的肉体出轨就是和别人性交，这就叫肉体出轨。当然不一定那个人爱你，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茨威格作家，那你现在定义是一封陌生女人来信。并没有那个男的多爱她，但是她一生对这个男人的爱，那简直就不叫精神。即使是单方的也成立。对呀，他爱，单方的。对啊，你简直是个情圣啊！就是不是我没有说我要爱上谁，我出了这个轨，对吗？这是我说的。我们两边定义不同。对，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我说的第2点是，人生总要有一个判断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尺子吧？是。你有这个尺子，你才能说你今天这个不行，对吗？你今天这个我可以容忍。你如果没有这条尺子，说这精神出轨，你说今天我容忍你了，对你的配偶还生气了，说你容忍我什么呀？
对吧？两个人婚姻生活最开始的时候的承诺就是说，我承诺我不跟别人睡觉，对吧？我承诺不碰别人的肉体，这是我要做到，而且我能做到，而且我做不到，你就有权利惩罚我的，对吧？如果男人被逮着肉体出轨，男人下跪都很正常，因为他觉得我真的错了。当你逮男人精神出轨的时候，男人没准给你一大嘴巴，对吧？你有病，咱俩生活的好，你有病，你追我这事儿干嘛呀？对吗？所以，如果两个人想好好生活，有尺度，能抓到，能惩罚的事情，当然是重要的。当然越过这条是不行的，是不能容忍的。剩下那些事情，你要想去追那个事情，那你这一生，那你就别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你只要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他不管是一封陌生女人来信也好，还是他会爱上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好，这些事情太正常，但是他能克制，他克制的结果就是他不去肉体出轨，对吗？就是那条线，就是条线，对。蔡探长，美国人结婚的时候啊，宣誓的内容当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我们两个现在结为夫妻，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别”。实际上呢，承诺是一件事情，那是我们怀抱着对于婚姻的理想。婚姻的理想不是真实可以依赖跟实现的事情。我认为一夫一妻制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本来就使得很多人受到了巨大的压抑。所以如果高晓松能够做到承诺了在婚姻中一夫一妻，然后始终维持忠诚，我真的会尊称你一声情圣。因为我碰到的所有在座的长辈的女性对各位美眉的教导，都会说你们结婚后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句话你们也许不想要妥协，可是是他们累积的人生经验所告诉你们的。最近网络上很流行的一个照片，就是英国女王看着她的夫婿，然后说：“哎呀，这个夫婿为了女王放弃了自己的地位，然后甘心几十年来只担任衬托女王的一个侍卫，所以这是多么甜蜜这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被懂英国国情的人嘲笑说：“拜托，她这个老公在外面搞出多少私生子来，你都不知道吗？他最大的私生子都比你跟英国女王生的那个小孩还要再大2岁呢。”所以英国女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维持住这个婚姻的稳定活下来的。连英国皇家，连全世界地球上最有权势的女性尚且如此，她难道无法找100个侍卫来围住她丈夫说看守她，不准她出去跟任何人乱搞？她做得到，她不会这样做。她知道人性需要出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件，你既然在意对方出轨，你在意的是什么？是希望他还会再回到这个轨道上来。如果你已经不在乎他回不回到这个轨道来，你管他去死啊！他飞到外宇宙也不关你的事情啊。那如果你希望他回到这个轨道来，我只有一个立场：哪个事情比较好收拾，哪个事情他比较容易回得来。我的建议是，肉体出轨他比较容易回得来，我们两个可能还有未来可谈。精神出轨，叫他回来可能性甚低。所以我知道这2件事情都不令人高兴。我只是在这样讲说，如果你一定要在意的话，精神出轨他回来的可能性比肉体出轨低得多，所以精神出轨比较可怕。你变主意了吗？我没有变主意啊，因为我挺赞成高松老师说的。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是就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基础在聊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是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去做这件事。我们签了这个合约到底为什么？就是小文老师刚刚说的嘛。那I want others 嘛，对不对？那精神出轨，比方说演戏，我们很多演员，男女主角，他们真的在戏里面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觉得我真心爱上你了吗？当我们看得这么投入的时候，觉得说哇，他们应该就在一起了，这些勾勾手不是开玩笑的啊，在一起吧，在一起吧，在一起吧。但是如果他们分别都有家庭，守住了最后那道防线，回家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也得到了很好的戏剧，我们也看到了哦，爱曾经存在过，但是他后来就回家了。但如果哦，爱得死去活来，耶，那你就过了那条线了。那你在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心里想，就我刚刚说的，你过那条线的时候，你心里其实就没有想着后面的那个人了。那你就是要往前走了嘛。
所以我觉得肉体出轨需要的勇气比精神出轨还要来得更大。而且我始终说那句，他精神出轨，我不知道，痛苦的是他，跟我没关系。因为是他在做抉择，我依然爱他。议长大人，我明白。我要控诉一件事情。这一队的人啊，这一队的人始终把精神出轨跟肉体出轨绑在一起，这不符合我们今天辩论的立场。我们的辩论立场是两者择一。宝仪刚刚举的例子是错的，你只能够讲说这2个演戏的人演的风生水起的时候，他们只上了床，而没有精神上的部分。那这个事情好不好收拾？他们就默默在剧组里面上了一次床，同了一次房间，然后这事情就结束了。这个才是我们所定义的肉体出轨比较不严重。你不能够再把精神出轨也扯进来说他们先恋爱，然后又上床，那样就不符合我们今天双方辩论的立场了。好吧，这样吧，如果照你这样辩论，我们这一方肯定输嘛，因为我们只有精神，而你们又有精神又有肉体，那当然是我们输啊。这个节目或者叫这个游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能够激起我们在场100个人和这位第一次闯进这个游戏的女神感同身受的那个瞬间。我们的好多话题都能够在我们现场引起很多人的沉默，而不是欢呼。欢呼的那一刻，不是这个现场最有魅力的时候。最有魅力的是这个现场全部陷入沉默的时候。因为这个现场的游戏者其实是2位团长和坐在前排的选手，因为他们是参与辩论的人，他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立场上，然后去完成这个游戏。但是他们的话居然能够让在场的人信以为真，进入情境，产生思考，这才是这个节目最好玩的地方。但是我是一个严肃的主持人，请跟我一块儿从这个游戏这种深思里面跳出来，让我们回到这个游戏的现场，好吗？因为在这个现场里面，重要的不是得出结论，重要的是看看所有人的逻辑，不同之处在哪儿。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选手，一个大的问题，爱用道德或者叫前置道德去击败对方。而2位团长永远往高处领人，永远在用人性的光芒去感召你。这也许是选手和我们2位团长最大的区别。但不管怎样，现在刚好是50比50，我们的初始设置是44比56。我们全场观众最后一次选择啪啪键，支持还是反对？5、4、3、2、1，有人变主意吗？没有，让我们凝固这个瞬间，看看结果。男神，你们当中将有1个人被淘汰，因为从下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就进入了最后5强了。所以今天被淘汰的人是最后一个离开《奇葩说》现场的选手。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特权，每个人在3位有决定权的人面前给自己拉拉票，可以吗？谁先说？我先说吧，其实我觉得我能参加在这个节目里面，并且走到现在，真的已经收获了非常多了。如果让我继续走，我也挺开心的。但是我走到现在真的不后悔，就这样，谢谢。艾丽，我特别喜欢《奇葩说》这个节目，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我讲个小故事啊，就是古代在西欧的时候，国王旁边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英文当中叫做 fool 小丑，他每次都说笑话。但他每次都是把最关键的道理、最精华的人生哲学用笑话讲给了这国王听。我觉得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像《奇葩说》这样把真正的道理包在笑话这个果实里面给人们去听的一个小的节目。所以我认为我能站在这个历史上的节目真的非常激动，我希望一直能走下去。非常感谢，谢谢。潇潇，我觉得其实我不管到哪个舞台上说了多少的话，然后能够站到现在，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意义的，因为。就像老师还是选手都一直在开玩笑，你可能不像个男人或者这那的，但是我觉得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为在社会上可能觉得是奇葩，像我这样子的奇葩的人说一些话，发出一些声音。我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做的工作都是在说话，然后一直以来都被别人当成奇葩。当我来到奇葩说的时候，无数个人告诉我说，潇潇奇葩说是一个特别适合你的舞台。那其实能走到今天，我觉得我问心无愧，但我觉得我可以走得更远。谢谢。很好，来吧，3位，很好，做出你们的选择吧。好，来说说为什么吧。因为笔画正好合适。啊，充足的理由，到你了。我觉得节目已经录得够长了，那他已经把别离感言说了，所以就差不多了。充足的理由，蔡团长。不是我想淘汰这个人，是我不想淘汰另外2个人。很好。哦，你是最充足的理由。我们来先看看蔡团长的选择。汤勇哥的说话之道真是太棒了，他真的太棒了。他淘汰了艾丽，因为他不想淘汰另外2个人。看看宝仪，我很明显吧。花溪。行，那就我这一票变得很重要。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行，那就我这一票变得很重要。你们是同时投票的 ，OK， 排名不分前后。花溪。所以花溪，你可能委屈，也可能不服，但是你被淘汰了。OK， 没有委屈，没有不服。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但真的没有不服，因为我觉得场上剩下的人真的都很厉害。我觉得咱们奇葩说节目是应该以思维和语言取胜。它虽然很强的综艺性，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会看到它的内容，看到它的闪光点。到5强基本上已经都淘汰谁都可惜了。花溪还是年轻。就是他年轻，所以他能量不高。花溪一开始就蔫了，我已经不后悔了。我最怕大家粉饰太平，当然有可能他说的话也是真的，那我就如你所愿吧，就是 as your wish， 拜。好，这是我们在进入5强之后的最后一期节目。下期节目开始，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真正的5强：颜如晶、马薇薇、范甜甜、潇潇和艾丽。欢迎大家收看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还有喝了能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谢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